很多人喜欢拿外国当作完美范本，尤其是欧洲某些指标性国家，他们成功关闭了所有的核电厂，走向完全依赖绿能与天然气的路。社会上经常出现一种极简的推论，既然这些先进大国都能做到，台湾为什么不能复制他们的成功？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但如果你把视角拉到高空俯瞰，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我们忽略了最无情的地理限制，以及电力传输的物理基本规则。这就像看到别人在高空走钢索，你以为他靠的是绝佳的平衡感，却没看到他背后绑了一根安全线。台湾跟这些国家的起跑点完全不同，我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生存剧本。让我们先来拆解欧洲国家的真实样貌。以最常被提出来讨论的德国为例，他们在几年前骄傲地宣布全面废核，表面上他们达成了伟大的里程碑，但真实的运作逻辑却非常骨感。这牵涉整个欧洲大陆的底层结构。欧洲拥有全世界最庞大且密集的电网，各个国家的电力线路是互相牵连的，这就像是无数个相通的大型蓄水池。当德国遇到连续的阴天或无风的日子，他们国内的绿能产出会瞬间跌到谷底，但他们的电网并不会因此崩溃，因为他们可以瞬间从隔壁邻居借水，他们会买进法国大量生产的核电，或是引进北欧国家稳定的水力发电。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风险分摊机制。德国的非核家园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是建立在周边国家庞大的基载之上，他们只是把发电的实体设施移出国界，但依然在消耗别人提供的稳定能量。这是一种建立在广大腹地上的奢侈。回头看看我们所在的这座岛屿，台湾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孤岛，我们四周被深邃的海洋包围，没有任何跨国电缆能连接到邻国，这代表我们是一个绝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没有邻居可以借电，每一度电都必须在岛内自己生产。这就像在汪洋中航行的一艘孤船，你的引擎如果熄火，就只能随波逐流。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深入本质的分析，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我们接着推演更深层的机制，我们把这个供电困境拆解到最小单位，它其实是一个能量及时平衡的游戏。电力的物理特性是非常严苛的，生产出来的瞬间就必须被消耗掉。如果你把电网看成一个巨大的天平，左边是发电量，而右边是用电量，这座天平必须在每1秒钟保持绝对水平，只要有一端突然减轻或加重，整个系统就会发生剧烈的震荡。欧洲国家的天平底座无比宽广，微小的晃动会被庞大的网络吸收，但台湾的天平底座非常狭窄且脆弱，我们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帮忙稳住重心。再生能源的本质是靠天吃饭，它的能量输出充满了随机的波动，在一个无法向外求援的封闭回路里，如果把高比例的波动性电源加进来，就像在天平某一端放上乱跳的重物。为了维持那条脆弱的水平线，你必须拥有反应极快且强大备用火力，结果就是你关掉了一座干净的基载，却必须同时烧更多化石燃料来待命。这在逻辑上完全违背了减碳的初衷。我们在深入探讨机组运作的物理常识。传统的发电机组里面有巨大的转子，它们日夜不停地在旋转，这就像是一颗极度沉重的飞轮。当系统遇到突发性的电力短缺，这颗沉重的飞轮会依靠自身惯性继续转动并提供缓冲的时间，这能防止整个系统瞬间停摆。但太阳能板跟风力发电机，它们并没有这种巨大物理旋转质量，这代表当绿能占比越来越高，电网的物理惯性就会越来越脆弱。欧洲因为整体网络规模极大，他们能承受这种惯性下降的冲击，但台湾这座孤岛缺乏这种防护罩。我们再来看看长线的产业演化。台湾的经济命脉是极度耗能的科技业，晶圆代工与未来的 AI 运算中心，需要的是没有丝毫杂讯的纯净电力，这要求供电系统具备极高的能量密度。欧洲国家有广大的平原可以种风机，有漫长的日照可以铺设太阳能板。台湾的土地面积确实极度稀缺的，我们无法用庞大的空间去换取能量，这是一道无法用政策突破的物理高墙。外国的非核建立在互联网的余域上，台湾的非核确实在挑战孤岛生存极限。这不是意识形态或价值的选择，这单纯是系统边界条件完全不同，硬要把别人的解答套用在我们的考卷上，只会换来全盘皆输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必须认清自己所在的真实坐标，才能规划出符合我们体制的能源路径。在看清了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的差异后，我想请大家用纯粹的逻辑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台湾未来要继续维持科技大国地位，在无法连接外部电网的绝对限制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另一种完全不需要核能却能稳定支撑全岛方案？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理性推演。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